丧尸爆发时，我在床下发现了可以躲避的地下室和早已储备好的物资，但是哥哥在发完消息后就在杳无音讯。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的喉咙瞬间发紧，我悄悄地靠近门口，敲门声依旧在继续。梦蝶啊，赶紧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这人是谁？我不敢出声，只能透过屏幕往外看去。走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隐约间有一个穿着黑衣、看不清脸的男人正站在门口。我是王泽，你哥哥的同事，快开门！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头一震，下意识地握住了门把手，只是突然就顿住了。哥哥是有一个同事叫王泽，我们甚至还见过几次，可门外的人一直低着头，样子处处透露着诡异。我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。外面的男人还在反复强调着自己的身份，我收回了手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屏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着屏幕上的男人转身离去，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声音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便想着继续整理物资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我的身影僵住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梦婷，开门，是我，王泽。一道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，怎么又是王泽？我猛地瞪大眼睛，放轻脚步回到门口，屏幕里的男人面色严肃，并不戴口罩，确实是王泽的脸。实验室出事了，我逃了出来，那屋子里有一个地下室，我们一起躲进去，快！他竟然知道地下室。想了想，我按下按钮。刚才也有个人说他也是王泽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男人有些错愕，刚刚那个人是假的，你仔细看看我们见过，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。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牌，贴近镜头，确实是王泽的脸和他的名字。我没有说话。地下室是我和你哥哥一起建的，我比你更熟悉地下室的环境。那我哥呢？我打断了王泽的话。王泽一梗，我不知道，实验室出事故了，死了不少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很抱歉，当时没能将他也带出来，但他应当不会有生命危险，那群人还指望你哥哥研究，不可能让他死在这场事故里。我打开了门，王泽看了过来。先进来吧。他的样子很狼狈，身上也都是雨水。我准备去开灯，却被他制止住。别开灯，我们要赶紧进地下室。王泽表情严肃，我讪讪地缩回手。可是东西还没整理好。我来拿。说着他就搬起了我整理好的物资往卧室走去。我看着王泽衣服凌乱，想了想，跑到哥哥卧室收拾了几套衣服给他。王泽看到那些衣服有些发愣，弓着身子双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向地下室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收住脚，转过身正色对我说，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桶都接满，我们恐怕要待很久，下面的水不一定够用。我答应了一声，开始接水。因为不知会被关多久，我决定拿一些书去地下室。不经意间看到书架上哥哥的笔记本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也拿在手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枪响伴随着尖叫声在我耳边炸响。快去床下躲好，快！凌晨1点半，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短信，可他不是在一次科研实验中牺牲了吗？我猛地坐起身，就在我要打电话时，第2条消息发了过来，不能接电话，研究出事故了，导致大批感染，快！随后又发来一张图片，还没有放大，我就看见里面有几个面部血肉模糊、躯体扭曲、像人一样的生物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有些反胃想吐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颤抖着手打下一个好。哥哥毕业后就出国深造，后来被留在当地的实验室工作，作为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工作稳定后，就将我也接去了。掀开被子下床，我的腿仍有些软。我一直以为哥哥在研究生物制药相关的技术。趴到床下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摸索半天，恰巧发现有一块砖边角有杵凹陷。我用力一拽，头撞到了床板，疼得我又低下了头，跪趴着退出床底。我准备将床拉出来，尽管只是木板床，还是费了我很大的力气。打开大灯，我才发现床底有一道凹下去的地方，下面竟是一个小铁窗，铁窗是朝地下推开的，黑黢黢的洞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，这洞不深，小心地顺着梯子下去，我才发现这哪里是一个洞，这完全与地上的家一样大。手电筒朝前照去，我看到一袋袋米面被整齐地放在墙边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哥哥究竟是什么时候弄出的这个地下室，又是什么时候将这些米面放进来的？联想起刚才的照片，难道哥哥早知道会出事？地下室很大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墙壁上有一处开关，打开后地下室瞬间亮了起来。这下面竟然有床，只是床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又清点了一下物资，有纸有水，甚至连卫生巾哥哥都为我准备了。我顿时眼眶一酸，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哥哥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怕是说明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。还有，为什么哥哥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会被通知死讯？自从得知哥哥的死讯后，我就很少出门了。
我往地下室更深处走了走，又发现了一段台阶。我愣了愣，这台阶上去是通往哪的？爬上台阶，就发现摆满的各类罐头，还有一块镜子可以看见外面。这镜子竟是卫生间的那面，原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双面镜。我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哥哥究竟把这幢房子改成了什么样啊？看完地下室的全部构造，我就准备原路返回，先把家里的东西往下搬。哥哥只是让我躲在地下室，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必须要做万全准备了。回想起哥哥发的那张图片，我还是有点恶心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从地下室爬出去，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一看手机，已经3点半了。我拎着袋子跑到厨房，收拾了一堆东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道雷声，吓了我一跳，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出去。然而此时，开门声响起。这么晚了，是谁来了？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陆源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甘不尽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再也不敢图便宜随便找民宿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脊背发凉。几天前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忙碌了1年，我俩准备出去旅游放松几天。但是我老公是那种典型的铁公鸡。小冉，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看了眼他的手机，嘴角抽了抽。林泽，你又从哪个平台找的房子？民宿特价优惠，这个价格堪称骨折。林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想到之前出去旅游林泽订的那些房子，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进屋后，我看了看房子，意外地发现竟然还不错。想着已经很晚了，我俩就在沙发上吃着晚饭，看着电视。就在我困得不行，准备回房间睡觉时，突然听见有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林泽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惊恐地看着林泽，他皱了皱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
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可房东说了，房东在租房要求中写过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2楼。当时签合同时，我只觉得可能楼上是储藏室之类的，也没多想。但现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没事儿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去上面检查一下。我跟着林泽慢慢走到了2楼。2楼是阁楼，只有一个房间。林泽拉动门把手想把门打开，这个门被锁死了。他趴在门口听着屋内的动静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俩返回到卧室，锁好房门，并给房东发了消息，想问清楚2楼里有什么。2楼放了一些杂物，抱歉啊，可能是之前有老鼠还没清理干净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明天来看一下。我看房东态度诚恳，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只要不去2楼就行了。我就没要求他过来，毕竟之前这种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，谁让林泽总爱订这种打骨折的房子。第2天晚上，楼上倒是没有再传出奇怪的声音了。今天玩了一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想先去泡个澡。刚进浴缸坐下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传来，我坐直了身体，紧紧盯着浴室门，却发现脚步声停住了。没事的，林泽就在楼下，有什么事我喊他，他能听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浴室门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激灵。小冉，是我进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是林泽呀。我看着他开门进来，刚想怪他为什么要吓我一跳，却发现他表情特别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泽？他凑近我悄声说道。小冉别说话，听我的，你赶紧穿衣服，我们去收拾行李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禁有些害怕。我没多问，看着他着急忙慌地收拾完行李，以最快的速度拖着我上了车。直到上车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东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而且我怀疑他就在楼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震惊地看着林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就在我洗澡的时候，林泽无聊地调着电视节目，无意间点了个按钮，电视画面中是个房间。虽然有些熟悉，但他并没有多疑，直到再次换了台，却发现我正在浴室洗澡的画面，他才意识到这是监控的摄像头拍摄的，这肯定是房东特地安装并用来看租客隐私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别的企图。我看着林泽皱着眉，全身汗毛竖起，转头看向了别墅。黑暗中似乎有个影子就在阁楼上，拉开窗帘偷看我们。转过头，我和林泽商量着报了警，在房东还没来得及收掉所有的监控设备前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我们轻松的旅行变成了可怕的噩梦，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敢随便订房间住了。因为朋友圈的动态让我陷入了危险。前2天我偶然刷到闺蜜的朋友圈，因为许久没联系，也好奇她的近况，点开后发现只是一些风景照片，但是看到发布的位置信息好像离我并不远。我赶忙点开聊天框，小美，你在我家附近吗？那边回复的也很快，对呀，来附近见同事，我还打趣的说到见帅哥吗？随后他便没有回复，总觉得他今天的语气有点奇怪，但我也没有多想。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惊悚的事情，我因为玩游戏玩过了头，看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1点，我便准备睡觉，但此刻一个微小的声音却让我头皮发麻，那是人的喘息声，很轻，但是被我的耳朵捕捉到了。我心跳加快，冷汗也从额头缓缓渗出，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有人进我家了。随后便看到我卧室门被人缓慢地推开，我死死盯着卧室门，是谁？你想干嘛？我壮起胆子大声呵斥着，声音虽然很大，可因为恐惧还是夹杂着颤音。门口的人可能被吓到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但是透过门缝，我看到此时客厅的大门已经大开，人影飞快闪过，但他的脚步特别轻，甚至连走廊的声控灯都没亮。我赶忙抓起电话报警，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随后警察很快赶到，开始了调查。家里不敢住了，我只能到附近的酒店暂住。第2天我正在椅子上休息，又看到闺蜜小美的朋友圈，照片上正是自己住的酒店。我有些惊讶，难道她也在这儿？
而当我在看手机的时候被吓坏了，小美又更新了朋友圈，照片上显示她就在我身后，而且手也差点就碰到我了。我猛地回头，却并没有发现她，恐怖的感觉袭上心头，我赶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缓了一会后，我想着一定是小美的恶作剧，我便发消息给她，别开这种玩笑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她也只是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新闻，突然小美给我发来消息，竟然是一张我在床上玩手机的照片。很快我便听到卫生间里有脚步声，迎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男人微笑地向我走来，我内心绝望至极。眼看我要被抓到时，警察也在这个时候冲了进来。原来男人是个变态，他一早就杀死了我的闺蜜小美，然后通过小美的好友列表盯上了我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拿着我留在小美那里的备用钥匙打开我的家门。通过昨晚上报警，警察知道我肯定是被这个变态的男人盯上了，这才及时解救了我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我从没想过因为我拍的照片害死了人，而我也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。那天我跟闺蜜在一起聊天，突然听到一阵争吵缠斗的声音，循着声音便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被2名民警按住，他满脸愤怒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嘴里一直在喊着不是我，凭什么抓我。站在他们不远处便有个穿短裙的女孩，歇斯底里地喊着就是他，你个变态，刚才要拍我的裙底。没想到这种事会被我碰到，出于爱凑热闹的本能，我心血来潮地拿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而嫌犯可能是听到我手机拍照的声音，便望向了我这边。也是很巧合的，我居然拍到了他的全脸。由于闺蜜的催促，我们便很快地离开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想着获取些热度，我便很快把照片发到了某平台上，标题为警察抓住可恶的偷窥狂。刚发出去没多久，很快就有人评论回复，基本都是指责偷窥狂什么太可恶，甚至还有人对我不断的夸赞，拍得好，让大家也都认识认识这个人，以后看到这个变态就都离远一点。博主真是正义使者。看着评论区涌入的大量正面评论，我满足的睡去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事情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热度一度冲到了前几名，参与评论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家在把我当成英雄的同时，也开始人肉那个嫌疑犯了。他们扒出来那个男人的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，甚至家人的合照等。越来越多的键盘侠们这次总算是有机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指责着男人的一切。听说男人的妻子因为这件事跟他离婚，他的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，父母被人在街头羞辱，男人基本成了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眼见事情被越闹越大，我心里愈发的不安起来。果然在几天后出事了，官方发布新闻称那名所谓的偷拍狂是被冤枉的。多日的舆论让男人苦不堪言，并且最终自杀在自己家里。我瞪大了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心里的愧疚更是袭上心头。当我再次打开社交平台后，发现上面的舆论也都变了样，评论区的言论开始转变方向。原本赞同我的网友们，现在立即变了一副嘴脸，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。拍照的人真该死，如果不是你不分青红皂白乱拍乱发，也许男人也不会自杀吧，全是你的责任。对，应该判他死刑，给男人偿命，甚至问我为什么不去死。一瞬间，大家都开始为那个男人不平，心疼他的家人。好像前几天那场闹剧，他们完全不曾发言，全然没有参加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大家不仅指责拍照片的人，甚至开始有大量网友自发人肉。我上传的照片很快被破译，我的正脸被放大，家庭住址、人员关系、工作单位全部被曝光出来。我家门前开始出现各种用纸条写的留言，红油漆、黄符咒，这些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我家墙上。这些人前几天还是说我是英雄，现在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狗熊。我也确实体会到舆论的恐怖，渐渐的我从不安变成了恐惧，整日活在愧疚之中。我差点被梦游的姐妹杀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几天前的下午，我接到了依依的电话，琪琪，我晚上可以去你那边住吗？能听出她的语气中略带委屈，虽然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拒绝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依依就拖着行李来到我家，看得出她心情比较低落，我就点了她最爱吃的烤串和奶茶，想着安慰一下她。中间了解到她因为和室友有了矛盾，吵了一架，想要在新找到房子之前单独出来住几天，可她似乎不愿意多提及矛盾的内容，我便没多说什么。稍晚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在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依依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轻手轻脚的给她盖上毛毯之后，也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后半夜因为口渴，我突然醒了，但怕打扰到依依休息，我并没有开灯，摸索着走出了房间。经过沙发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发现沙发上只剩下一条毛毯。依依去哪里了？难道上厕所去了？我因为困意缠身，并没有到处去找，
拿了瓶水就直接回到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想睡却没睡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。奇怪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想起身去查看，此时安静又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啮齿类动物磨牙一样。我放缓呼吸声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，我注意到在房间的左前方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直挺挺地站在角落里，正对着我。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拿起枕头使劲地扔了过去，大喊起来：“谁在那里？”人影躲开了，然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只是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人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他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缓慢地挪出了房间，随后便听到好像有人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紧张地慢慢靠近门口，开灯向外观察，卧室里的灯光照到了沙发上，清晰地映照出依依的脸。刚才那个人影是依依，她是梦游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我询问依依：“依依呀，昨天晚上你起夜了吗？”依依摇了摇头。我继续问：“那你以前梦游吗？”从来没有，至少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我若有所思，但随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深夜里，我再次醒了，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客厅，依依又不在沙发上。我预先给自己鼓气，随后大声叫喊依依的名字：“依依，你在哪？”没有人回应。我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卧室，都没有人。难道出门了？这么晚别出什么事吧？我立马拿出手机给依依拨了通电话过去。在静谧的深夜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手机震动声，不过这一阵震动声在响了几声之后戛然而止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衣柜上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刚才那一阵震动的声音就来自那里。我走到衣柜边，朝着并没有关严实的柜门里望了过去。依依瞪大了双眼，正在衣柜里面静静地坐着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起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但是他依旧没有什么动静。激动的我立马上把衣柜拉开。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我使出全身的劲把他拉了出来。依依被摔在了地上，跟随他一起掉落的还有一把水果刀。还没等到我回过神，他便迅速冲出了卧室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反锁好房门。凌晨3点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枕头下面放着刚才依依掉落在地面上的那把水果刀。尽管我认为依依是梦游，但是我依旧后怕，所以我拿起了手机，给依依之前的室友发条信息：睡了吗？正准备睡。什么事？你和依依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？小婷犹豫了一会儿才回复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依依和你在一起？我觉得她有点奇怪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有病，她半夜想对我动刀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出事了，你最好别和她往来，她太恐怖了。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我就找了个借口让依依搬了出去。后来我就和她便慢慢的断了联系，直到最后我也没弄清楚那2天晚上她到底是在梦游还是清醒着的。如果你看到电梯和楼道里贴这种喜字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是不是潜意识觉得哪户人家要结婚了？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，那你很可能要遇到危险了。回想我前2天的遭遇，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，我刚洗完澡，准备舒舒服服的睡觉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门外响起一个粗糙的声音：你好，我是住在楼下的，我家孩子刚结婚，我来给邻居们送喜糖来。因为这几天电梯里贴了很多喜字，我也就压根没多想。可听着声音，门外是个男的，我又刚好洗完澡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谢谢你，你挂门上吧，我明天起来就去你们家道喜。随后男人说道：我们这里有习俗的，喜糖必须要当面给的。小姑娘，你是自己住吗？我带了好几份呢。对呀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刚洗完澡，不方便开门，你挂门上就好了。语气中能听得出来，门外的人特别热情，要不是我觉得在穿衣服麻烦什么的，我就直接开门了。我们就这么推脱了一会儿，正巧同事给我来了电话，门外的人可能见我开门的机会非常渺茫，索性就走了。第2天起来，看到门上挂的喜糖，我就寻思着得给人当面道个喜。顺着喜糖上给的房号，我敲了那户人的家门，但是敲了半天没人应答。问了旁边的邻居，发现这家根本没有人住。随后我便问了物业，物业说公寓里近期根本没有结婚的。那这送喜糖人是哪来的？而且他怎么开楼下的门进来的？如果我当时真的开了门，这后果真的不敢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犯罪的手法一直在升级，多一些考虑，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就更能多一份安心。如果不是闺蜜给我打电话，我可能就遇害了。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，我在家刷着短视频消磨时间，手机蹦出一条消息，是之前通过闺蜜认识的帅哥。你在干嘛？在家待着呢。有事吗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有些无聊，要不我去找你吧。你自己在家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因为从我刚认识学成就对他有好感，
或许这是我们增进感情的机会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怎么想起来找我啦？我觉得你性格很好啊，人也很漂亮，我们应该多了解下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刚起床，所以你要给我点时间化个妆。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吧，我慢慢过去。随后我就把我家地址发给她了。放下手机后，赶忙洗漱化妆，又激动地给闺蜜小美发消息。你知道吗？学成竟然主动要来我家找我玩，可小美的回话却让我很疑惑。这不对呀，不太可能呀！你等一下，我打电话过去问问。3分钟后，奇怪，我给学成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微信电话还被挂掉了。你再等下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小美直接拨了我的电话，语气也很急切。喂，小冉，你千万不要和那个人见面。我问过学成，他根本没有联系过你。我一时间有点懵，怎么会？刚才跟我聊天的就是学成的微信呀。你不知道，学成他现在有女朋友的，而且他这样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。刚才我还联系了学成的妹妹，她说她哥的手机昨晚被人偷了，所以现在联系你的根本就不是学成。听到这，我如坠冰窖。按照小美说的，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真实的地址告诉了一个陌生人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来了怎么办？难道要报警吗？就在我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心里瞬间一凉，身体止不住抖了起来。紧接着手机震动，是学成发的消息：我到了，开门吧。没想到他真的来我家了，他此刻就站在门口给我发着消息。我顿时吓得面色如土，脑子里快速想着怎么办，该大声呼救还是报警。他清楚的知道屋子里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如果他强行冲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鼓足勇气一步一步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慢慢朝门外望去。门外漆黑一片，可能是门外的声控灯没开，我该怎么办？突然敲门声又响了，我被吓得一哆嗦，因为敲门声，声控灯亮了起来。门外站着一个男人，宽大的帽檐压得很低，还戴着黑色口罩，根本看不清脸。或许是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他的敲门声又急促起来，我吓得飞快退离门口。紧接着又来了一条消息：你在干嘛？快让我进去呀！过了一会儿，我稍微平复了下，鼓起勇气在手机上面回复：我不在家，我知道手机是你偷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。信息发送过去之后，对方的状态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回音。等了许久，门外没了任何动静，我慢慢靠近门口，突然再次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出于警觉，我又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看到门外确实有穿着制服的警察，闺蜜小美也在旁边。我果断开门，抱住了小美，也总算舒了一口气。没过多久，警察收集完了情况，检查了一下房子的周围，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了之后就回去了。随后他们根据手机定位追踪到了一个人，没过2天他就被逮捕了。我心有余悸，如果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给小美发信息，那么当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想到这还是一阵后怕。我再也不敢和别人合租了，因为我的室友就是变态。刚毕业的我，为了节省房租，选择了和别人合租。这是个相对老旧的3室1厅，我也是最后一个入住进来的。入住的第1天，我们3个人就凑在客厅一起吃个饭，相互认识一下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小爱长期居住在这，梁哥也是前不久刚搬过来的。为了欢迎我这个新室友的到来，我们还喝起了啤酒。在酒过3巡之后，小爱明显有点喝多了，拉起我语重心长地说起来：乐乐，你刚搬进来，我得提醒你，平常洗好的内衣裤要尽量晾在自己的房间里呀。最近变态的人特别多，我都已经丢了好几件了。听着小爱的话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总是瞟着梁哥，好像在跟我暗示着什么。我也似懂非懂地应着小爱。可没过几天，我的内衣真的不见了，奇怪，哪里去了？我嘟囔着在卧室里到处翻找着衣服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，小爱也在家。她刚巧在门口看到我翻找着东西，便进来询问：你干嘛呢？我把自己丢东西的事情跟小爱讲了一遍，话还没说完，小爱就气愤地拉着我出了房间。我眼看她要带我进入梁哥的房间，便拽住了她。小爱，你干嘛？梁哥不在家，我们去他房间是不是不好？就是要他不在。我早觉得他不对劲，家里就咱们3个，你搬进来之前，你屋原来住的是一个男生，我一直以为是他，可没想到他搬走了，你内衣也刚丢，那还能有谁？我震惊地看着小爱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但想了想，比起梁哥，我更愿意相信小爱。随后，我俩就开始在梁哥的房间里翻了起来。也没多久，小爱就从梁哥的床下掏出了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好几件内衣，有小爱的，也有我刚丢的。你看证据确凿了吧？我就说这人有问题。小爱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我肯定要质问他，他这是变态行为，我可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再住在一起。我看着小爱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有些羡慕他这样有话直说的爽朗性格，但我有些害怕。刚毕业的我也从来没接触过这些。小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太敢。小爱看着我犹犹豫豫的样子，瞬间明了，没事，你要害怕你就回房间。我来质问他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副理解的样子，我更羞愧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爱让我回了房间，他就一直守在客厅坐着，等着许良回来。我静静地抱着腿坐在卧室里，也没开灯，直到快到10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开门声，许良回来了。随后门外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，我很好奇，悄悄给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客厅里，许良经受了小爱一系列的质问之后，没有一丝紧张，依旧像从前一样，脸上带着笑意。你必须搬走，现在证据确凿了，你如果不搬走，我就把你的事情报到网上去。许良似乎没有听小爱的话，只是自言自语，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？乐乐今天不在家吗？什么？小爱愣了一下，他今天不在，你别想转移话题，你就说搬不搬吧。听到小爱的话，我不免有些感动，他哪怕知道我不愿意面对，却还是保护着我。正当我还在自我感动的时候，只听到许良轻笑了一声，随后什么都没说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走了出来，同时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根防身棍。记得以前许良还笑着对我俩说，如果有人来咱们家，我就拿着这根棍子砸下去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都安全。而此时此刻，这根棍子直接就朝着小爱用力地挥了下去，边砸还边嘟囔着，傻姑娘，如果没人知道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威胁？我看着这个画面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眼泪不自觉地溢了出来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点都不敢出声。我悄悄地关紧了房门，轻手轻脚地锁了起来，顺着门边就坐在了地上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声震动的响声传进了我的耳朵，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是许良发来的消息。乐乐，你在哪儿？我听到脚步声逐渐靠近了我的房门，他一定是猜到我在家了。顾不得其他，我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，哭着将整件事情告诉了警察，只希望在他破门之前，他们能赶到。一阵阵的砸门声传来，我害怕地躲进了床底下，死死地捏紧自己的手机，又打了个电话给警察。你们快来，他快进来了。警察姐姐轻声地安抚着，别怕，警察已经到楼下了，你想办法拿什么抵一下门。我颤抖地思索着卧室里有什么东西能把门抵住。对了，衣橱。此时我十分庆幸这个衣橱是活动式的，我爬出床底，跑到了衣橱边上。乐乐，你果然在家。我惊讶地转头看向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被许良砸出了一个洞。就在他继续砸门的时候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柜子推向了门口，死死抵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砸门声停止了，我听到了很多人的脚步以及打斗声。别动，警察！随后，我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吧。放心，他已经被制服了。听着这个声音，我推开衣橱，透过刚刚许良砸出的洞看去，确实是警察。打开门，小爱已经被白布盖上了。我瘫软在地，不断地抽泣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爱，如果不是我懦弱，最后我搬离了这座城市，但这件事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。我再也不敢随便见网友了。最近我在聊天软件上碰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，他叫许清，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子。我们已经聊了几个星期，并且惊喜地发现我们还有几个共同的好友。于是在他约我去他家吃饭，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。他家是2室1厅，和他的人一样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只不过很奇怪的是，家中的香薰里总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腐烂的味道。许清也许看到我皱了皱眉，你是不是闻到什么味道了？抱歉，我今天才发现厨房里有些肉坏掉了，刚给处理了。他打开窗户透透气。小冉，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那股味道又传来了。我嗅了嗅鼻子，隐约感觉那是从卧室传出来的。看了眼在厨房做饭的许清，我凑进卧室去看了看。这是一个很整洁的房间，墙上还挂着一个女孩的照片，女孩笑得十分灿烂。这难道是他的女朋友？他怎么没跟我讲过？突然，我注意到床上的枕头上沾着什么，看起来像陈旧的血渍，心里不禁泛起嘀咕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转头看向许清，抱歉，我不该随便进入房间。许清表情看上去有些忧伤。这是我姐姐的房间，她前几天刚生病去世了，她走后房间里的东西我就再没有动过。我看着许清苦涩地讲着这些话，不免有些心疼她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这些。她抿了抿嘴，没事儿，我们出去吧。
饭快好了。许清关上了房门，又去厨房继续做饭。我看着许清忙碌的背影，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一下，但是摸了半天都没摸到手机。想起刚才应该落在他姐姐的房间了，我看了看在厨房的许清，再次进到小卧室，手机就掉在了地板上。我弯下腰去拿床底下的手机，腐臭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便顺着床下看去，突然一具腐烂的女尸就躺在下面，直挺挺地瞪着我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瞬间汗毛竖起，我想大声尖叫，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表现出异常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卧室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颤抖。许清此刻正在厨房转身盯着我，他手上拿着刚刚切菜的菜刀，脸上挂着一个奇怪的笑容，慢慢向我走了过来。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咽了咽口水，努力维持着脸上僵硬的笑。我刚刚上了个厕所，脑子里一直想着离开这里的办法。大门离我很近，但他看着我，我如果直接跑出去，肯定容易被抓住。许清，你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他表情里虽然有些狐疑，但他还是转身去了厨房。看准时机，我赶忙抓起我的包，迅速开门跑了出去。电梯刚巧在我们这一层，我赶紧进入电梯，手里不停按着关门键。在电梯关门的前一刻，我隐约听到玻璃杯子摔碎的声音，并且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。当电梯打开，我迅速地逃了出来，冲进门口保安室并报了警，身体依旧止不住的颤抖，直到警察到来抓住了他。没过几天，警察请我去做笔录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是他姐姐的尸体。他一直不想承认姐姐死了，所以把姐姐放在家里，才能感觉到她还在。现在她已经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回到家。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但那天姐姐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眼前。我也迅速搬了家，并且把那个聊天软件永远的删除了。